今天我们要用《金刚经》这把剑，斩断你脑海里纠缠不休的焦虑乱麻。你有没有发现，我们这代人活在一个什么都不缺，但什么都害怕失去的时代？你每天疯狂吸收信息，看着朋友圈里同龄人年薪100万，结婚生子，环游世界，然后转过头看看自己工作不上不下，存款不增不减，感情不温不火。你想躺平，但心里总有个声音骂你没出息。你想内卷，但身体指标和发际线都在警告你。我们被学历焦虑、搞钱焦虑、容貌焦虑的鞭子抽打着，像仓鼠在滚轮上狂奔，不敢停下。如果你此刻正在经历这种精神内耗，如果你的脑子里每天都有2个小人在打架，那么恭喜你，点开这期内容正是时候。今天我们要请出一位2500多年前的顶级心理学家、哲学巨匠，借用他的一把剑来斩断你所有纠缠不休的乱麻。这把剑叫《金刚经》。听到这3个字，可能有人要打问号了，是不是要搞封建迷信？我这么忙，你让我听和尚念经？大家先别急，这是个天大的误解。金刚经根本不是什么教你烧香拜佛求升官发财的宗教手册，在那些看似晦涩的文言文背后，隐藏的是一套极其精密、极其硬核的底层认知升级逻辑。它的全称叫《金刚般若波罗蜜经》。金刚是世界上最坚硬的钻石，能切碎一切玻璃，却不被任何东西切碎，代表无坚不摧的锐利。般若指超越世俗小聪明的顶级大智慧，波罗蜜意思是到达解脱的彼岸。连在一起，就是用如金刚石般锐利无敌的终极智慧，斩碎你生命中一切因错觉而产生的焦虑、恐惧和执念，让你从痛苦此岸安然渡到宁静彼岸。如果你能把这期内容听到最后，我不敢保证你明天就能暴富，但我敢保证，你在遇到那些让你崩溃的人和事时，心里会多出一种叫通透的力量。好，我们正式开始。要讲《金刚经》，得先回到2500多年前的古印度，一个叫舍卫国的地方。在很多人的想象里，《金刚经》作为大乘经典之王，出场设定一定很魔幻，佛陀浑身散发金光，坐在9品莲台上，天花乱坠，地用金莲，地下无数神仙疯狂鼓掌。但真相朴素得让人难以置信。《金刚经》第1品叫法会因由分，交代这场伟大演讲是怎么发生的。这段开场白可以说是整个哲学史上最接地气的开场，没有之一。经文写的是：尔时世尊时时着衣持钵，入舍卫大城乞食，于其城中次第其已，还至本处。饭时收衣钵，洗足矣，敷坐而坐。这翻译过来是什么意思呢？快到饭点了，释迦牟尼佛穿上袈裟，端起讨饭的钵盂，走进舍卫国大城市里去要饭。他没有因为自己是大师就挑三拣四，而是一条街挨家挨户的化缘。要到了饭，他就溜达回住处，拦树给孤独园吃完饭，把袈裟和饭碗收好，洗了洗脚，整理好座位，盘腿坐了下来。各位，你发现没有，在这个极其平淡的开头里，没有神迹，没有光环。全宇宙最高级的觉悟者，他每天的生活跟你我有什么区别？无非就是穿衣、
吃饭、上下班、洗脚、睡觉。为什么要用这么一段流水账来开局？因为这里面藏着佛家的第一层大智慧，道在日用中。我们现代人总觉得要寻求内心平静，非得花几万块钱去西藏洗涤灵魂，或者报个天价灵修班去深山老林里辟谷。但佛陀用他自己的行动告诉你，真正的觉悟不在高山之巅，不在神秘仪式里，就在你每天认真吃下的那口饭里，就在你下班后认真洗脚的那个动作里。吃饭时就专注吃饭，洗脚时就专注洗脚，不胡思乱想。这就叫活在当下。这是《金刚经》给我们的第一个，也是最基础的底色。平时就在佛陀洗完脚刚刚坐稳的时候，听众席里有一个人站了起来。这个人叫须菩提，在佛陀的10大弟子里，他被称为解空第一对空性理解最透彻的学霸。他整理了一下衣服，右膝着地，恭恭敬敬地向佛陀行礼，问出了一个不仅代表当时那1250个和尚，也代表了今天屏幕前你和我乃至全人类共同面临的终极问题。须菩提问：世尊，善男子善女人发阿陀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应云何住？云何降伏其心？这句话堪称整部《金刚经》的阵眼。我们把它翻译成现代大白话。须菩提其实是在问老师啊，如果一个普通老百姓想要追求最高级别的认知觉醒，想要做一个通透的人，可是他的心到底应该安放在哪里？他又该怎么降服自己那颗焦躁不安，每天都在胡思乱想的心呢？云何应住？云何降服其心？请在心里默默念一遍这10个字，这不就是我们每天都在苦苦挣扎的事情吗？白天坐在工位上，心却住在周末的聚会上，无心工作；晚上躺在被窝里，心却住在白天老板的一个眼神、同事的一句闲话里，反复咀嚼，根本睡不着。赚到钱了，心被膨胀的欲望牵着走，降服不了；亏了钱了，心被无尽的懊悔和恐惧吞噬，依然降服不了。我们的这颗心就像一只疯狂的猴子，在过去的遗憾和未来的焦虑之间上蹿下跳，1秒钟也不肯安安稳稳地待在现在。须菩提的这一问，可以说是问到了现代人的心坎里。我们买了无数心理学书籍，看了无数心灵鸡汤，本质上不都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吗？我的心到底该安放在哪儿？怎么才能不焦虑？听到这个直击灵魂的问题，刚刚洗完脚的释迦牟尼佛微微一笑，赞叹道：问得好啊，须菩提，你问得太好了。佛陀没有熬鸡汤，他直接抛出了一个极其宏大，甚至有些反常识的底层逻辑，也就是《金刚经》里最著名的那句金句：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若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请务必把这句话刻在你脑子里。只要你能真正搞懂这句话，你人生中90%以上的烦恼瞬间就会烟消云散。为了讲透这句话，我们必须先弄明白一个字：相。什么是相？很多人以为相就是长相、面相，或者你看得到的物理实体，不是。
在佛教哲学里，相指的是你大脑对这个世界产生的所有概念、标签、定义和主观判断。简单来说，它就是戴在你眼睛上的有色眼镜，是你给这个世界加的滤镜。佛陀在《金刚经》里指出，人类之所以痛苦，是因为我们死死抓着4种相，不放，这就是著名的4相：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这听起来有点抽象，别急，我们把它翻译成大白话。你会惊恐地发现，这4个词精准地概括了我们现代人所有的焦虑来源。首先，什么叫我相？我相就是极度的自我中心，是你给自己贴的标签，是你苦苦维持的人设。你仔细想想，你平时是怎么定义你自己的？我是一个名校毕业生，我是一个大厂总监，我是一个好妈妈，我是一个自尊心很强的人，这些全都是你给自己设定的我相。你为什么会觉得累？因为你每天耗费巨量精力去维持这个我相不崩塌。在公司，你要维持一个情绪稳定的职场精英相；在朋友圈，你要维持一个生活岁月静好的小资相。一旦有人挑战了你的我相，比如老板批评了你，比如伴侣说你不够体贴，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是愤怒，是委屈，是防御。因为你觉得我被伤害了，你太把我当回事了。面子、尊严、标签，这些沉重的壳压在你身上，你怎么可能不累？第二，什么是人相？有了我，自然就有与之对立的人。人相就是对立，是比较，是在意他人的目光。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总是忍不住去看别人，看同事是不是比我工资高，看闺蜜的男朋友是不是比我男朋友有钱，看亲戚家的孩子是不是比我家孩子成绩好。人相是一切极度攀比和鄙视链的根源。你为什么会感到自卑？因为你陷入了人相的陷阱。你把别人展现出来的光鲜亮丽拿来惩罚你自己的真实生活。你活在别人的眼光里，活在世俗的评价体系里，这颗心又怎么可能安宁？第三，什么是众生相？众生相比人相更大，它指的是社会集体的价值观，是大众的共识，是那个无形的系统和社会时钟。30岁之前必须买房结婚，男人必须事业有成，女人必须兼顾家庭和工作。没有年薪100万就是失败者，谁规定的？大家都是这么说的。这就是众生相。很多人根本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只是因为大家都这么干，所以就拼命去考公，去内卷，去相亲。我们被巨大的众生相裹挟着往前走，就像被按在流水线上的零件，充满了对掉队的恐惧。这种对社会集体标准的盲目执着，压垮了无数年轻人的脊梁。最后最难理解的一个叫寿者相。寿者字面意思是寿命，但在《金刚经》里，寿者相指的是对时间、对永恒不变的执着。人类有一种极其幼稚的奢望，我们希望一切美好的东西都能永远定格。我们渴望青春永驻，所以容貌焦虑。我们渴望爱情天长地久，所以患得患失。我们渴望财富永远增长，所以贪得无厌。现代商业社会最成功的一句营销文案：钻石恒久远，一颗永流传，就是精准击中了人类的寿者相。我们试图用一块坚硬的碳来抓住虚无缥缈的永恒，但朋友们，
佛陀在这时当头棒喝，冷冷地抛出了那句话：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你所执着的这一切，你的面子、你的标签、别人的眼光、世俗的比较、社会的内卷标准、对永恒的渴望，全都是假的，全都是你大脑虚拟出来的错觉，全都是一个大型的幻觉。为了让你听懂，我们来剖析2个最痛的现代案例。第一个，为什么大厂裁员会让人崩溃？很多人被优化后感觉天塌了，甚至失去了活下去的勇气。失去一份收入固然心痛，但真正摧毁他的是我相的破裂。他把某某公司总监、大厂精英这个标签当成了真正的自己，习惯了别人叫他老总，习惯了那种光环。当公司把这个标签撕掉时，他觉得我死了一次。但《金刚经》告诉你，那个标签不是你，你只是暂借了那个平台而已，剥离了工作岗位的头衔，你依然是一个完整的、有价值的生命。大厂员工是一个像失业者，也是一个像既然皆是虚妄。你又何必为了一个假标签去寻死觅活？第二个，为什么失恋会让你痛不欲生？当一段感情结束，有人在深夜里痛哭流涕，反复质问你，不是说好要永远爱我的吗？这是典型的受者相发作。你执着于刚相爱时那个美好的状态，你妄图让时间静止，让那种多巴胺分泌的狂热永远持续。当因缘际会，感情发生变化，现实击碎了你的受者相，痛苦就产生了。如果你能明白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你就会知道永远在一起本身就是一个违背宇宙规律的幻象。爱存在的时候，热烈地拥抱它；爱消失了，坦然地接受它。那么看破了这些幻觉之后呢，《金刚经》给出了后半句：若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这里的如来不是指坐在雷音寺里的佛祖大老爷，在佛语里，如代表宇宙的绝对真理，来代表真理显现在你面前，如来就是世界的真相，也就是你本来那颗清净无染的自由的心。当你不再被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所束缚，当你不再被别人怎么看所绑架，当你不再被社会规定我该怎么活所绑架，当你不再奢求一切都要永远不变，当你能在看透各种标签幻象的同时不被他们套牢，你就见如来了。这时候的你就像从一场漫长的大梦中醒来，你会发现，原来你可以不需要那么有钱，也可以很快乐。原来你不需要让所有人满意，也能活得很好。原来那些曾经让你夜不能寐的恩怨情仇，在浩瀚的生命尺度里，连一粒灰尘都算不上。这就叫认知破局，降维打击。但讲到这里，肯定会有人提出一个非常尖锐的问题：照你这么说，什么都是假的，什么都是虚妄，那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我干脆辞职躺平，不赚钱不恋爱，天天在家混吃等死好了。如果你这么想，那你就彻底把《金刚经》学歪了，掉进了顽空的死胡同。佛陀不仅教你要看破，更要教你怎么入世。这就引出了下一部分的核心逻辑，也是整部《金刚经》里最精妙、最高级的生活指南：应无所住而生其心。这8个字将告诉你什么才是真正的顶级玩家心态。在上一部分，我们说了一切标签、评价甚至永恒都是虚妄。
既然一切都是空的、假的，那我还努力个什么劲儿？直接躺平摆烂。各位，如果你真的这么想，那这期内容你非但白看了，还中了最致命的毒。在佛教里，这种状态不叫觉悟，叫死水不藏龙，叫堕入顽空。这是一种比焦虑更可怕的心理绝望。2500年前的佛陀早就预判了你的预判，他绝不是一个教你消极避世、混吃等死的虚无主义者。为了打破这种摆烂的误区，佛陀在《金刚经》里给出了全经最核心、最精妙的8个字：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当年禅宗六祖慧能大师，一个连字都不认识的打柴小伙子，就是在听到这8个字时瞬间顿悟，完成了中国佛教史上最伟大的思想跨越。这8个字到底有什么魔力？我们拆开揉碎了讲给你听。首先，什么叫住？字面意思是居住、停留，但在心理学和哲学层面，住的意思是卡住了、执着了，死死抓着不放。你可以把心想象成一台电脑的内存。什么叫住？就是系统卡死在了某一个程序上，鼠标转圈儿，什么指令都执行不了，你失恋了，过了3年还走不出来，看到别人结婚就难受，这叫住在过去。你马上要进行一场重要面试，满脑子都是考砸了怎么办？面试官不喜欢我怎么办？紧张的话都说不利索，这叫住在未来。你帮了别人一个忙，对方没有对你感恩戴德，你气得几天睡不好觉，这叫住在回报。一旦你的心有所住，你的能量就会被极度消耗，视野就会变得极其狭窄，你所有的痛苦、内耗、纠结，全都是因为你的心卡住了。那什么叫生其心呢？生就是生发，产生行动，心就是你的创造力，你的爱，你的智慧，你对生活的全情投入。把这2个词连起来，应无所住而生其心，翻译成现代人的行动指南就是：你不能因为执着于任何一个结果、任何一种执念而被卡住，但同时你又要用尽全力去生活、去创造、去爱。为了让大家彻底搞懂这个顶级玩家的操作系统，我们可以把全人类面对生活的态度分为3个层级，大家可以对号入座。第一层是绝大多数普通人有所住而生其心。这是什么状态？我们带着极强的目的性和执念去行动，工作死死盯着绩效和年终奖，老板一旦画饼没兑现，心态直接炸裂。谈恋爱死死盯着对方能不能提供情绪价值，能不能走向婚姻。一旦对方有点冷淡，就立刻患得患失，疯狂查手机，这叫有所住。因为你住在了那个特定的结果上，你的心是被绑架的。所以哪怕你再努力，过程也是极其痛苦、焦虑、充满恐惧的。第2层是被现实毒打后彻底绝望的人，无所住而不生其心。这就是我们前面说的摆烂党。既然追求不到，既然终究会失去，既然卷也卷不赢，那干脆不玩了。什么绩效，什么爱情，什么理想，全都不在乎了。但同时也失去了对生活所有的热情，什么都不干了，像个行尸走肉一样活着。这是一种逃避，是用伪装的看破红尘来掩盖内心的怯懦。
而第三层，也是《金刚经》教导我们的最高境界顶级玩家的心态，应无所住而生其心。这是什么样的人？他在职场上依然会拼尽全力去做好一个项目，会通宵达旦地打磨产品，但是他把所有专注力都放在了做事情的当下。至于这个项目能不能帮他升职加薪，老板是不是赏识他，同行是不是嫉妒他，他根本不在乎。他在感情中依然会毫无保留地去爱一个人，带他看最美的风景，给他最极致的温柔，但他不会把对方当成自己的私有财产，不会每天逼问你是不是不爱我了。他接受任何可能的分离，他享受相爱的每一个当下，不强求永恒。大家有没有玩过那种竞技类网络游戏？第一层境界的玩家眼里只有段位和上分，队友坑了就破口大骂，输一局就气得砸键盘，玩个游戏比上班还累。第二层境界的玩家觉得输赢无所谓，于是进游戏就挂击坑队友，彻底失去游戏体验。第三层境界的玩家才是真正会玩游戏的人，他技术高超，全神贯注地享受每一次精妙的走位，每一次团队的配合。他想赢吗？他想，但他不怕输，输了也会说一句打得好，然后开心地开启下一局，因为他的心没有被必须上分这个执念给卡住。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其实就是中国古人常说的尽人事，听天命的最高升级版。尽人事就是生其心，把当下的每一个细节做到极致，不留遗憾。听天命就是无所住，把对结果的控制欲彻底放权给宇宙规律，得之坦然，失之淡然，争其必然，顺其自然。朋友们，为什么说读懂了《金刚经》，你就掌握了治愈精神内耗的终极解药？因为内耗的本质就是你的大脑在疯狂计算过去的沉没成本和未来的预期收益，导致当前系统占用率高达100%，直接死机。《金刚经》告诉你，把那些乱七八糟的后台程序全部关掉，不要住在过去的遗憾里，不要住在未来的焦虑里，甚至不要住在世俗的标准里。把你的心从四面八方的执念中拔出来，安放在当下这一分、这一秒的行动上。当你专注地切一颗洋葱时，就体会切洋葱的触感；当你专注地敲击一行代码时，就体会代码的逻辑；当你拥抱爱人的时候，就全心全意感受对方的体温。不用去管未来会发生什么，因为未来是由每一个当下组成的。当你做到了无所住而生其心，你会惊奇地发现，你不仅不再焦虑，不再恐惧，而且你做事的效率极高，你的生命力会像火山一样喷发出来。因为一个没有任何包袱，不害怕失去任何东西的人，在这个世界上是无敌的。这就是《金刚经》给出的最霸道的入世智慧。但是人的贪嗔痴是很难根除的。当我们面对至亲的离去，辛辛苦苦攒下的财富瞬间蒸发，或者面对自己日益衰老的容颜时，我们依然会痛，我们的心依然会忍不住去住。面对人类这种最深层的对生命消逝的终极恐惧，《金刚经》在结尾处留下了全经最唯美也最震撼的一首4句冬语，它将把我们的格局彻底拔高到宇宙的维度。在前面的内容里，我们讲了如何看破世俗的标签，
如何用尽人事、听天命的心态去面对每一天。但是作为一个活生生的人，我们依然有无法逃避的终极软肋。当你面临公司破产、半生积蓄一夜清零，当你眼睁睁看着最爱的人因病离去，或者只是某天早晨照镜子时突然发现自己长出了第一根白头发，那种巨大的失落、哀痛和对衰老、死亡的恐惧，光靠一句活在当下是压不住的。当命运的铁锤重重砸下时，我们的心依然会痛彻心扉。面对人类这种最深层的苦难，佛陀在《金刚经》的最后没有讲任何大道理，而是向一位温柔的老者吟诵了一首流传千古的4句对语。这4句话就是全经的最后一次降维打击，也是治愈一切创伤的终极药方。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短短20个字，写尽了宇宙万物的生灭规律。我们来逐字拆解。首先，什么是有为法？在佛教哲学中，有为法指的是一切依靠条件而产生存在，最终又会消亡的事物。你仔细看看你的周围，你的手机，你的房子，你的存款，你的名声，你的爱情，甚至包括你这具由细胞组成的肉身，甚至包括我们脚下这颗已经存在了46亿年的地球，它们全都是由各种条件拼凑而成的。条件具足，它们就出现；条件散尽，它们就毁灭。只要是有为法，就绝对逃不开一个铁律：成住坏空。佛陀连用了6个绝美的比喻来形容这些有为法的本质：梦、幻、泡、影、漏、电。如梦昨晚你做了一个噩梦，梦里被老虎追赶，吓得满身冷汗，心跳加速。在梦里，一切痛苦都是极其真实的。可是当你醒来的那一瞬间，老虎在哪儿，恐惧在哪儿，根本不存在。我们现在经历的所谓跌宕起伏的人生，在觉悟者的眼里，不过也就是一场正在进行的大梦。如幻如泡如影，就像魔术师变出来的幻象，就像水面上阳光一照就破灭的肥皂泡，就像路灯下你那个被拉长又缩短的影子，它们看起来有形状，但你根本抓不住实质。如露亦如电，就像清晨草叶上那一滴晶莹的露水，太阳一出来，瞬间就蒸发了。就像夏夜暴雨前划破夜空的一道闪电，璀璨夺目，但仅仅存在于0.0几秒之间。各位，听到这里，你有没有觉得这不仅仅是佛学，这简直就是最前沿的现代科学？物理学的量子力学和热力学第2定律早就告诉我们，这个宇宙中根本没有任何东西是静止的，没有任何东西是永恒的。你以为你还是10年前的你吗？从生物学的角度来说，你身体里的细胞每隔7年就会全部更替一遍7年前的那个你，在物理层面上已经彻底死去了。万事万物都在以极快的速度生灭变化，这在佛教里叫做无常。我们为什么会痛苦？痛苦的公式其实非常简单，痛苦等于预期减去现实。现实的规律是无常，是一切皆如梦幻泡影，而你的预期是什么？是永恒。你妄图把露水永远保存在草叶上，你妄图把闪电永远定格在夜空里，
你用违背宇宙规律的预期去碰撞铁一般的现实，你怎么可能不粉身碎骨？当你挚爱的亲人离开，你痛不欲生，是因为你觉得他本应该永远陪着你。但《金刚经》温柔地告诉你，相聚如梦幻泡影，他的离去不是一种惩罚，而是有违法必须遵循的自然规律。你们在这个梦境里相遇过，深爱过，那道闪电曾经照亮过你的夜空，这就足够了。当你失去了财富和地位，你觉得人生全毁了。但《金刚经》告诉你，财富和名声本来就是水面上的肥皂泡，风一吹它就聚拢过来，风一停它就破灭了。你只是在梦里丢了一袋金币，醒来之后，你依然毫发无损。很多人听到这里会觉得极其悲观。如果一切都是随时会醒的梦，那生命岂不是一片虚无，大错特错？理解了无常，你得到的不是悲观，而是人类所能拥有的最高级别的自由。你想想看，如果一切都是恒常不变的，那才叫真正的绝望。如果阶层是恒常的，穷人永远是穷人；如果痛苦是恒常的，你失恋一次就得哭一辈子；如果愚蠢是恒常的，你连学习改变的机会都没有。正因为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正因为无常，所以厄运总会过去，好运也可能降临，所以伤口总会愈合。所以你可以随时随地清零重置，重新定义你自己。既然这就是一场大型的全息前行游戏，既然所有的装备、金币最终都带不走，那你为什么还要在游戏里为了别人的一句嘲笑而彻夜难眠？为什么还要因为丢了一个道具而痛不欲生？放开手，去体验，去冒险，去爱，去感受痛，去尽情地哭和笑。你可以轰轰烈烈地参与这场梦，但你的内心深处始终清醒地知道，我在做梦。当你看透了这最后的底牌，世界上还有什么东西能真正伤害到你呢？这就叫应作如是观。不知不觉，我们已经一起走过了这场长达几十分钟的思维旅程。让我们深吸一口气，把思绪从2500年前的古印度，从浩瀚的宇宙星辰，重新拉回你此刻正在注视的屏幕前。今天，我们借用《金刚经》的智慧，向我们大脑里的焦虑和内耗挥出了3把利剑。第一把剑，凡所有相，皆是虚妄。我们斩断了对身份标签、对他人眼光、对世俗标准的盲目执着，知道了不要被那个虚假的人设压垮。第二把剑，应无所住而生其心。我们斩断了对结果的极度控制欲，学会了在努力生活的同时，放下对成败得失的病态执念，尽人事，听天命，全情投入当下。第三把剑，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我们斩断了永恒的奢求，接受了生命的无常，坦然面对一切得失聚散，在梦境中获得了绝对的自由。这3把剑合在一起，就是那颗无坚不摧的金刚心。明天早晨，当你的闹钟再次响起，当你又要去挤那趟拥挤的地铁，当你又要面对老板的催促、客户的刁难、生活里的一地鸡毛，我希望你能想起今天这期内容，
生活依然会继续，麻烦依然会接踵而至。你不可能因为听了一部经就立刻变成不用交房租的神仙，但是你的内在系统已经升级了。当有人无端指责你、网暴你的时候，你可以在心里默默对自己说：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这是他的相，伤不到我的本心，然后付之一笑。当你为了一个项目熬了几个大夜，最后却被毙掉的时候，你可以在心里对自己说：因无所住而生其心，我已经体验了全力以赴的过程，至于结果随它去吧，然后安心地睡个好觉。当你不得不面对生命中那些巨大的失去时，你可以流着泪，但在心底最深处明白，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缘聚缘散，无需强求，然后擦干眼泪继续前行。金刚经从来不是教你逃避世界，而是教你如何带着最清醒的头脑、最轻盈的姿态，去把这个名为人生的烂游戏玩出大师级的通关记录。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真正的修行就在你敲击的每一行代码里，在你做的每一顿饭里，在你对爱人露出的每一个微笑里。朋友们，这一期视频的文案写了将近1万字，查阅了大量资料，掏空了我的心血。如果你在这个安静的时刻恰好听到了这里，那说明我们之间有着极深的缘分。如果你觉得这期内容确实像一阵清风，吹散了你心里的一点点焦虑，为你带来了一丝内心的平静，我希望你能把受教或者心安2个字打在公屏上，这就是对我最大的鼓励。也请不要吝啬你的订阅、投币和收藏，把它放进你的收藏夹。当你在未来的某个深夜再次感到迷茫、痛苦、撑不下去的时候，翻出来再听一遍。这把金刚剑随时为你出鞘。愿屏幕前的你在喧嚣的世界里淬炼出自己的金刚心，百毒不侵，轻装上阵。我是读书君，感谢你的聆听，我们下一本古籍再见。